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觉珍，你说是不是？是。来说说看。好，今天是8月3号，也是师父出山弘法34周年的纪念日。那同时呢，也是我们国际菩提禅修机构的菩提禅修日。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我都不觉得有这么多年呢。对。我都感觉也就是做了5、6年的感觉。是。可是30多年了。对，在今天呢，那全球各地菩提禅堂啊，都在欢聚一堂啊，欢庆啊这个吉祥的节日啊。对，那大家呢都准备了蛋糕、寿面啊，充满了笑声、掌声，还有感恩心。对，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还有欢庆。很多受益者都很开心哈，是的，都想纪念今天这个吉祥的日子。对，是的，那么同时呢，很多禅堂所在地的政府啊，也都纷纷给我们菩提禅修写来贺信呐，表达他们的祝贺以及感谢，感谢师父，感谢菩提禅修在当地的民众跟社会上做出的贡献。那今天我也想跟师父来分享一下哈，像我们加拿大温哥华禅堂在欢庆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就收到了加拿大3级政府的贺信。有来自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还有来自于碧溪省省长尹大卫的，还有我们所在城市的市长马保定的贺信。哇，太好了！对，他们也是表达祝贺、表达认可和感恩。那同时呢，碧溪省和列治文市呢，已经都连续10年把菩提禅修，8月3号定为菩提禅修日。也就是说呢，这个日子不光是我们禅堂自己在庆祝，而是全省和全市的市民一起都在庆祝的。好，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好市长。我们的好省长，还有我们的好总理哈，是的，对菩提机构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哈，是的，非常感恩他们。那说到我们的好市长呢，那么他呢，写的这一封信，我也想跟师父和网友们来分享一下。它是关于2025年菩提禅修日的一封公函。他说，鉴于菩提禅修秉承金菩提宗师提升社区大众健康快乐的宏伟愿望，致力于以慈悲践行播撒大爱，在社区积极传授简单易学、效果显著的禅修方法，帮助民众改善身心灵的健康。鉴于菩提禅修常年提供禅修课程及社区活动，同时利用网络平台让更多人能够参加课程和活动。鉴于列治文市政府鼓励市民关注健康，并在社区内实施慈悲大爱的行为，我列治文市长马保定在列治文市特此宣布2025年8月3日为列治文市的菩提禅修日。你看多好啊！好，感恩好市长。同时，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禅堂啊，他们也收到了他们所在的安大略省的很多议员，还有大多伦多地区好几个城市的周边城市的这个市议员啊，也是他们纷纷发来了贺信，表达祝贺和感谢。那在这吉祥殊胜的日子呢，我们美国硅谷禅堂的所在地，就是美国的 Milpitas 市的市长，也给我们发来了贺信。那 Milpitas 市呢，也已经连续12年把8月3日设定为菩提禅修日。那我在这里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市长给我们的贺信。说的是，在此菩提禅修日庆典之际，我谨代表 Milpitas 市向贵机构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这个有意义的时刻，标志着菩提禅修日在 Milpitas 市正式设立12周年，同时也是菩提禅修创立第34周年。这样的里程碑不仅展现了菩提禅修持久的影响力，更体现了对本地区的积极的贡献。多年来，菩提禅修致力于营造一个祥和、包容的修行空间，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追求健康、喜悦与和谐。
今年的菩提禅修日庆典更彰显了多元文化与慈悲，这是 Milpitas 及整个硅谷社区的精神核心。菩提禅修通过倡导包容、正念与互相尊重，持续地促进本市居民的福祉，也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城市的社会结构。那么我们在各地禅堂欢庆这个吉祥殊胜的节日的同时呢，今天我们所有的网友最有福气了，我们跟师父在网络平台上一起欢庆菩提禅修日，是我们一起开心。对，是，对，菩提日快乐。好，谢谢美国硅谷市的市长哈，对我们的一个赞赏和肯定哈，非常感谢。师父真是想起我们自己啊，在不认识师父的时候，都是要么重病缠身，要么身处忧虑之中啊。那像我自己也是在人生最低谷的阶段认识师父，走入菩提的。那一个禅修班就让我脱胎换骨，恢复了健康，找回了自信，找回了快乐。更重要的呢是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对，那现在呢真是自己受益，全家受益，包括祖先都受益。那我真的在这儿呢也想非常真诚的感恩师父，同时呢也代表所有受益于菩提禅修、受益于师父的菩提的同修弟子和网友，真诚的感恩师父。因为有了师父，才有了我们健康快乐的今天。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这是大家的缘分哈，这是大家与我的缘分，与佛菩萨的缘分哈。好，谢谢。感恩师父。那想起师父34年开始弘法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那时候，但师父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是在做这个弘法利益众生的事业，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然后也非常的赞叹，非常感恩师父对于我们所有人的教导和加持和护佑。不客气。那师父这34年来一路走来，您到今天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现在也没有最初传法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感慨激动哈，因为已经传这么多年了。但是问到这个问题，我想怎么说呀？其实是我自愿的，就是我呢。从小其实我就是一个有病的人，多病的人。那很多新朋友可能会问，那我这个算是什么病呢？就是小时候营养不良，就是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都吃不上饭，所以很贫苦那所以我这个在妈妈肚子这个胎儿呢，应该是非常缺少营养。那么等出生之后呢，就是应该妈妈也没饭吃，也没有奶水喂我，所以我也跟着吃不上饭。应该说由贫穷饥饿造成的各种的营养不良，就大约是这么个状态这就是我自己认为的了。因为我其实没有一种具体的哪一种病，就是能量太弱了。比如说前一个礼拜拉肚子，好不容易这个礼拜好了吧，好，下一个礼拜咳嗽伤风。比如说同样和我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根本就没事，3-5个月也不得病，那我呢3-2天就得得病，就是说身体底子太差了所以我是这么一种状态。当我遇到我的师父之后，我的身体就慢慢好起来，除了他们用功夫帮我治疗加持，让我身体越来越好之外呢，也传授功法给我修。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功法佛法的，禅呢什么都不懂，年龄太小了。但是这些法呢，那个时候虽然不懂，我是有病但是至少知道配合师父的教法呢，那我的身体就会舒服。所以就
慢慢就坚持，一坚持就好几年下来。那这好几年下来，就是至少5、6年下来之后，我的身体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我的父母也劝我，既然好了，你就好好读书啊，将来呢找个工作。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世上没有几个工作是我能做的。就我笨，第一个我觉得我笨哈，就害怕有一些动脑筋的工作。动体力的工作，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可以锻炼身体，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我做的，真也奇怪了，是哈，但是后来终于找到说我想做什么，关键是我想做什么。就为找工作这个选择问题，其实父母很着急呀，他们已经想了所有的方法来说服我将来去找个工作，所以让他们很急哈。那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师父教我的这些禅修和修行的方法太宝贵了，因为能够让我这样的这个多种疾病缠身的人能够康复。我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方法呢传授给那个需要的人。那个需要的人不就是不健康的人吗？得病的人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小做过试验，说在我记得是15岁、16岁的时候，就我认识的一个，也不是我的小同学，就认识一个小男朋友，他的父亲就得了这个胃癌。当然是他父亲认识我的时候是刚做手术1个月之后，做了手术了胃癌。但是呢，这个手术的医生呢就嘱咐他这个儿子，他儿子和我年龄一样大，就跟他说哈，你虽然不懂事，我告诉你，你爸爸最多活1年。他一听吓坏了，虽然平时调皮哈，一听这个自己的爸爸要死了，真吓死他了。所以你就乖乖的陪着你父亲，他也活不了2年呢。所以你要乖一点哈。吓死了。他能不能多活？说我们没有办法，今天的医学是没有办法的。哎呀，你想医院直接推出来了，怎么办？真也是一种缘分哈，就是想到一种缘分，他就把他父亲呢拿一个那时候那个自行车哈，没有别的车，自行车给他父亲给他带到我这儿来。他父亲坐这个儿子的自行车哈，给扶下来之后，一身的冷汗，大汗淋漓，就是身体虚到那个样子，这整个那个肉啊全是松下来的，而且颜色呢就像黄标纸一样，就很蜡黄蜡黄的，特别难看啊。所以我就问这老先生，您之前有做过运动吗？我看那个身体的身材哈，不像我做过运动的。他说没有。当过兵吗？没有。那跳过舞吗？没有。就从会计最后做管理，就是这样。他运动类的啥都没做过。哎呀，我估计这个人学起来有点慢。果然，这个儿子呢，把他托付给我。我说你托付给我干嘛呀？我也不会治病。你说你爸爸癌症完了之后你推给我，我说我还有病呢，你给我。他说我就不管，我就觉得跟着你可能能好一点，至少多活1年行啊。其实真的是个儿子也是给逼得没办法，但是推到我这儿来，他可能觉得或者感受到我是经常修炼的人，这有病乱投医吧，那没有办法，儿子是我的好朋友嘛，好吧，我就教他八卦内功，这一个动作都是多难看，我教了他整整1个月。这个人笨的呀，我说你还当干部，还当会计，你的领导都是傻瓜吗？请你这个笨人，这笨成这个样子呢？动作那么难看了，就这一个动作都学不会。这老先生笨的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年轻师傅就天天骂他的，
这徒弟60多岁了，我那时候才15、16岁，我每指导他一次，我就赌一肚子气。我说世上竟然还有比我笨的人，好了，教了1个月，师父叫我去一个地方，我就离开了他。10年以后，他10年以后、8年以后，反正就是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回到这个城市呢，我正在街上走路，有个人在喊师父师父。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没人把我叫师父这个小男孩啊，年轻人啊，最多叫小伙子小男孩就是这样叫，也没人老远的声音喊师傅，讲喊师傅也不是喊我的，我继续走我的路。结果有一个人骑个自行车从我正对面到了我眼前，急刹车刹住了，就像从马上跳下来一个大汉一个戴个大破草帽，还留着一脸的胡须有点年龄，但是动作特别潇洒，就歘就跳下来骑车还飞快，迅速能停下，迅速从车上跳下来。哇，这个身法真的是有2下子像武林高手一样。我想干嘛呢？你这大白天的，你惹事啊？他说师父，老远看着就像你。他看着我，我看是不是后头的人了？没有。他说不用看，就你啊。我说我是师父，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种关系啊？你都不知道我儿子，一提名字说，儿子，你不是死了吗都？我记得他已经死了，结果他没死，我说真的，我一不小心这句话就溜达出来，你不是死了吗？他说是你救了我呀。我怎么救了你呢？你教我八卦内功啊。就是那个笨蛋啊。对不起，那个就是你，就是那个人啊。我就是啊，就你觉得那个笨徒弟呀。你没有死，还变成这么健康，我真的不认识了。当年你就像一块废肉一样，现在这个哇，真是英姿飒爽，很潇洒，很健康的样子。他就给我讲了，他说我就在你给我教法的那个公园里，每天早晨我自己走。后来就有人打听说跟我学，那我就教呗，反正我也活不长了，教一个算一个。结果他教了几百人，现在跟他练的长期练的130人，就是那个时候跟我说，他就说别提多神了，什么病都有好的。你这么厉害啊！师傅，我带你去看看去。就领我去，那正好是个上午，可能9点多，我就去了他说的公园。但是临到公园的时候，我说师傅，我没有提过我师傅这么年轻所以呢，我给他们吹的我师傅是个神仙老头子，所以你这么年轻，先假装你是我的新徒弟好不好？有这种事儿啊？没关系，无所谓了，无所谓，谁还在乎这个？他真一大群人动作全错了，八卦内功大家见了他可恭敬了，他就跟我说这大徒弟、二徒弟还给我讲了一堆，这个糖尿病，那个心脏病，全好了，我听着也很感动，哇，这些病人如果真跟你这么练的话好了，那不太开心了吗？说那师傅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教？好好教，教的人越多越好，因为教一个就会救一个嘛，我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是好事，一定要多做，所以在有时候跟我的师傅修行中，师傅偶尔让我给人家做一些加持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懂，我自己隐隐约约知道我对人加持是有效的，所以我呢其实很早暗暗的我就想着，我学的这些方法，这么神奇的方法，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宝贵的让大家起死回生的能得到健康的方法能够得到，这就是我的愿望。你不要去想拿这个挣钱去创业，丝毫没这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说让你真需要的人学到它。
那时候想你学我纯免费教，这不是说不在乎钱哈，根本就没这个想法。觉得你能够解脱，能够不得病，太快乐了，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哈，但是我每当看到一些受益者，有的时候走到路边呐，走到机场啊，碰到的人说：“哇，我给你修你那个法哈，我什么病好了。”哎呦，我听着我特别开心，啊！所以每次看到大家受益，甚至起死回生，甚至能够说一个父亲能够养育自己的这个父母和孩子了，他那个感动的感觉，就成了我呢能够教授大家的无限的动力。我愿意永远的去这样做下去。这种大家受益呢带给我的动力，才推动着我的双脚不断的努力前行，只做这一件事情，利益众生。讲完了。感恩师父，一个愿望一生的付出，对。那我们在跟师父学习的过程之中呢，其实师父的慈悲呢，也是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光明。那现在也是有无数个菩提弟子追随着师父，也是想像师父这样子去帮人助人，弘扬佛法就像我们自己受益于师父的法，师父的这些教导一样的，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们一样恢复健康，重拾快乐，获得吉祥的人生。感恩师父。这就对了。师父呢，今天我们跟网友们一起来欢庆这个菩提禅修日吧。好。那我知道呢，今天师父其实准备了很多珍贵的礼物也要送给今天有缘有福的网友们。那怎么获得这个礼物呢，老师？很容易就是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的频道上来留言任何的这个留言都是有机会来抽得这个礼物的当然呢，留言越多，可能抽得的几率就越大，对不对？那除了 YouTube 平台，还有 Facebook 的主频道来关注师父的 Facebook 主频道。我们今天会给这2个平台给予网友抽奖的机会。感恩师父。好。那 YouTube 频道除了中文的 YouTube 频道，也有英文、韩文的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也会提前告知大家，我们要抽奖的。那大家也可以到那个平台上去留言，多留言，那个获奖的机会就越大。太好了。那今天带来的这个礼物我不太肯定网友们能不能猜得到，但是我能肯定的是，大家都会喜欢。是一定的。我们先保持一下神秘那大家怎么样去留言去获取这个礼物呢？那也讲一下这个规则。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欢庆活动呢，是带着我们的网友们一起在菩提禅修来寻求宝藏的。那我们呢会在这个今天的直播中，在国际的地图上展示4个大宝藏，然后一一的去给大家打开。那这个怎么玩呢，老师？对，比如说我们当第一个宝藏盒打开的时候呢，我们或者是一段视频、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介绍那么大家在听的这个内容的过程之中呢，你就去留言去猜想这个宝藏是什么。那提醒一下，这个宝藏指的就是师父以及菩提禅修带给你的某一个方面的帮助和受益。那我等不及了，老师，我们赶紧开始吧。OK， 好，那我们打开第一个宝藏盒好。那我们先看一段视频。视频播放的时候，网友们就可以开始留言了你可能看到一点点，也许熟知的人就已经猜到答案了。来，我们开始。钱对我是万能的，我可以用我的健康来换取金钱。直到有一天，我感觉到不能睡，一直失眠，心一直跳，一直喘，不能吃，不能睡。这个感觉可以想起来，真的很难受。人开始一直瘦，已经瘦了17公斤了，拼了这样多年。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整个这个眉毛、眼睛，整个这边脑袋都是痛到完。
那种针在扎你的感觉，真的是很痛，痛到我一直吐啊。这个边头痛是没有给你限时间的，就想要来他就来，1个月里面的时间我最少都有4次。有一天我感觉到心口上就很闷，然后呼吸就很困难，全身都在飘冷汗，然后我就紧急被送进医院。当我醒过来，我发现全身都插管。So this pain for me all started in my early 30s. If I drove my car, it hurt. If I sat down, I couldn't sit in a couch like this. So I did physio, massage, chiro, but I just wasn't getting better. 심근경색으로 서졌었어요. 그 심장약을 계속 먹으니까 약에 대한 부작용이 있대요. 지방간에 간경화가 와 있다고 그랬어요. 그 간경화 같은 경우는 의사가 이제 얘기하기를 완치되기 힘들 거라고 이렇게 얘기했었어요. 所以生完宝宝之后，很快，我这膝盖就很疼，疼了好久。然后后来检查做出来说是软骨磨损的很厉害，我的2个膝盖都已经就在半年多之内都做了手术。然后他还用那么长的那个针去注射到我的膝盖里面，但是打完以后一点效果都没有。 I started to have negative thoughts. At the beginning, it's not that bad, but it's become worse day by day. I'm feeling very tired every day. My body is very heavy. When I go to sleep at night, I don't hope to wake up the next day. There's no hope for me to live on. There's no reason for me to live on. 2015年的时候，我就来参加无极禅修8天健身班，上课修大光明秋思法，这个边头痛没有了，我就很开心哦，我就跟自己讲，我一定要好好的回去再修，90天的时候就没有再发作了，痛感觉也没有了，折磨我这么多年的边头痛，修这个大光明秋思法之后就消失了。现在有一个8天班的课程呢。我就要帮我报名，我已经3个月没有睡觉，没有治疗，然后奇迹真的发生了。开始晚上，又很好睡，那一天多吃安眠药可以睡，没有发梦，比我之前没有重病更加好睡。就我参加了第一个健身班，大概是8天吧哈，然后前面几天我每一天走楼梯都是扶楼梯旁边那个扶手，一步一步就是慢慢的踏上去移上去的，但就是在第4天第5天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就这个楼梯噔噔噔就跑上去了，对啊，就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After about 3 months, I realized that my bowel and urinary incontinences actually disappeared. I was able to control my bowel movement.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going out and looking for toilets. I actually start to live like a normal person, and I find myself getting healthier and happier every day. I'd say almost 5 years at Bodhi. From there, I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doing some big hikes. And for me now, I look back at it and I say, I'm able to do all this fitness, which is just amazing. 3개월 지나면서 다 빠지지 않았나 봐요. 계속 약을 먹지 않고 몸 상태가 그냥 그대로 유지가 되었어요. 그런데 4월 초에 검사를 또 했는데 정상이었다고 그랬어요. 정상이었다고 그랬고 그냥 유지만 해도 좋은데 다시 정상이 됐다니까 놀랍죠. 我走包括6年期间，我发觉到心脏的问题改善了很多，起搏剂从来就没有用过，我的心跳就保持到每分钟60到70之间。自从走了包括3个月之后，我把30年的烟瘾和20年的酒瘾戒掉了。最高兴的就是我太太和我的孩子。All the negative thoughts are gone, and I just feel so happy, and my body feels so light. Since I can remember how long I laughed so much. Lastly, I hope teenagers or whoever who are facing depression come and join our meditation class. I hope you will have more courage
to live on and live a happy life like I do right now. 就是在禅修里面，我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健康。那健康之后，快乐就更多了。所以我就是会一直的禅修下去，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接触到这么好的方法。 No words could actually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Grandmaster Jin Bodhi. 나는 났을 때도 꿈에도 생각 진짜 꿈에 생각 이게 와갖고는 다 건강해졌는데 우리 진보티 총사님한테 감사하지. 菩提太好了哈！菩提禅修带给社会大众的第一个宝藏是什么呢？我看到我们在播放视频的时候，有好多网友在留言，有些人说菩提禅修，说那个八卦内功，对，还说是健康，还有健身班还有吉祥，还有重获新生。是，确实就是好多人，像我们看到视频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呈现，但是我们所知道，师父所帮助的人，就是从头到脚的问题，一些就是医生说得出名字的，说不出名字的，很多就是来到菩提之后，他多年的顽疾都能够得到好转。对，那除了身体上的这些问题呢，还有心灵上和精神层面的。对，现在这个社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精神类的疾病特别的多。对，自闭症、忧郁症、狂躁症，什么都数不出来的那些症啊，哈，越来越多。但是呢，他们在医生那边，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菩提就让他们恢复了健康。真是太神奇了，感恩师父。对，所以呢，这样我们先给大家先揭秘哈，对。那我们这个菩提禅修带给社会大众的第一个宝藏就是身心灵的健康。认识金菩提宗师，获得身心灵的健康。来，第一大宝藏送给大家，身心灵的健康。感恩师父。其实很多网友都猜对了。是的，对，相信很多网友今天跟着我们直播，也都是菩提禅修，也都是师父帮助过的人。是的，那网友们呢也都知道了哈，刚才看到这些见证分享哈，他们都是在各地禅堂去参加禅修的课程而获得身心受益的。那么其实呢，在近几年来呢，师父也建立了一个网络的大禅堂，是对 YouTube 平台、Facebook 频道哈，师父在这个网络上分享了很多的健康的知识而且还有这些非常方便使用的，比如说这些助眠的音乐我都听到无数的网友给师父写感谢信呢就是说，而且是世界各地的网友，没错，不同语言的，对。然后他们感恩师父，本来都是失眠严重的人，那听着师父这个颂钵音乐深度睡眠，然后就叫人生如梦，对，然后他就一觉到天亮精力充沛对。那还有的人呢是还没有亲自见过师父，可是就是师父网络上的这些加持的音乐跟视频，让他改善了这个健康，消除了疼痛有一些疾病悄悄的就不见了，所以他们就用各种语言来给师父来表达感恩。对，就是师父的这个加持力跨时空、跨国界，那通过网络呢，也让世界各地很多人、上亿人都受益了。是的，对。那还有更神奇的，还有一些网友呢给师父写信说：“师父，我找回了丢失多年的灵魂。”对，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有几个医生，有几个人会把灵魂找回来呀？真的，目前我就认识师父会做这个。我们的师父而且还是在网络上，你去看这个视频，看这一段加持，就能够获得吉祥，获得身心健康的完整对，太棒了哈。那除此之外，师父在网络上普及这一些健康的饮食健康的居住环境是，对，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受益呀。对，然后师父还有普及了健康相关的面向，
就是像我们的那个阎王爷3把刀，师父就教我们怎么去看，说，你有没有这个患有冠心病的这个面相符号？有没有需要注意的？还教我们一些特别实用的一些小偏方，能够帮助改善三高，然后改善就是肝脏的健康，没错，这一些是清肝明目，可多可多了哈。对，所以我们的网友呢也可以号召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要么到各地菩提禅堂来学习，要不就在网络上认识师父，跟着师父来学习，一样获得身心灵的受益。好的，师父，那我们第一大宝藏已经揭晓了，师父，我们进行第一次抽奖吧。太期待了！现在就抽啊！我们先是在中文的 YouTube 平台，好，我们的网友留言非常的踊跃呀。好，那我们还是老方法吧，就是师父就选择那个刷一屏，然后截屏，然后上面的网友就能够获得今天幸运的神秘大奖。好，那我们在准备抽奖的时候呢，现在可以跟网友们揭晓了哈，今天获得的这个珍贵的礼物是什么？来看看画面。还有我们背后的是，这是师父新推出的画作哈，叫净瓶。对，我们一看就是一种吉祥的能量哈，就充满了全身呐。那要不要我们先抽奖啊？好的，那我们就想呢，多奖励一些网友朋友哈。好呀。那我要是点按下去的话，在这个屏幕的这张照片上有的，就都能获得这份礼物。好，师父点中的全屏上的所有的网友哈，都获得今天的特殊礼物。对，好的，师父请开始，加油哦！留言留言。好，来1、2、3，停。哇，这么多啊！对，来，那读名字吧。好，第一位网友 V 称亮1816，还有易胜 low 593，超都金 Fanny Fang 1412，金智慧生兰凤娇金方德香云金619。正能量，怀吞，Chili UC6，泰菊7373，雍素中，他就留言我，岳秀霞点左，吉祥如意，林丽 I am Becky 3023，金提颖，韩文字的，然后 Lisa Tan 1118 ，Marco 马81，梅椒菜2485 ，Sherman Ng 8，马云华，于那英，鞍山虚泪。恭喜这些网友们！太棒了，这么多哟！对，这可能有15个吧，恭喜啊！更多。那也请所有的获奖者把以下的信息发到这一个邮箱里面哈，写明你的名字、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来方便我们给你们寄送礼品。那这样我们再抽一瓶哈。好。那原则上呢，如果这个2瓶之中有重复的呢，就当1次哈。好吧。好。来，1、2、3，停。来吧，读一读。再接着读一下。来 ，Sangmi Kim。有韩文字的，这2个韩文字的，看哈。然后静达、宣康进、金李雄、水汪汪、Rains 6477、禅慧、金果安、金润和、Rose Cook 9399、灰金2575、润登、鞍山一蛋。金元七、郑英贤、Sulinda、Girl Byung 5268、蜂蜜牛奶球、鞍山金润宝、Ariel 89、
鞍山矮城、白玉润观、德交、野路9417、Candy GX7 PQ。好的，恭喜所有的获奖者，对，太棒了。还有韩文名字的。대림 허봉화, 대림 경달입니다。恭喜！以上韩文网友今天获奖很多，也有很多韩国网友。太棒了。好，大家还积极留言哈。对，还在积极留言中啊。那积极留言中，我也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无论得到礼物的网友，还是没有得到礼物的网友，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如果你想赢请比明信片更大的版本，比如说我跟香可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这么大小的一幅墨宝啊，很适合挂在家里的墙上啊，镇宅护佑的哈。那么可以到慈悲音网站，还有北美禅学院网站上去迎请。所有迎请大号和中号这个净瓶墨宝的，都会得到今天的特殊礼物，这个明信片大小的净瓶。那它的背面呢，是有34周年弘法纪念，还有师父的对净瓶的一个讲解说明和祝福啊，非常的吉祥哈。对，那买大送小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截止到今年的9月15号，所以请网友们哈快去啊，把吉祥把净瓶搬回家。好，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净瓶，我画它的含义哈。好。首先呢，我在画这个净瓶画的时候呢，你看它那个净瓶上头像太阳光一样的东西。那我的意识是想到的是像太空啊，像充满着巨大能量啊，充满了巨大能量，就有点像是太阳光的这种比较阳性的吉祥能量。因为阳性的吉祥能量它会使人呢可能更具有那种创造力，更活泼，更喜悦，更自信，更健康啊，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在看到这个宇宙时空的感觉呢，其实不是一个小瓶子，而是几乎是一个小宇宙融到这个宝瓶这个画中来。所以使这个将来能够去悬挂这幅画的人呢，你就具有了能量，具有了很正面的正气的阳光的能量。所以我发现很多人阴气重啊，眼神暗淡，眉毛暗淡，头发稀疏，腰酸背痛的人，还经常肚子痛的，这都是能量匮乏的人。就是挂这个画有好处啊，同时呢它还具备一个聚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聚就是能够聚气聚合啊，把这个宇宙这个好的能量聚过来。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那这个聚过来这个能量对我的好处是什么呢？比如说财富，很多人呢因为你生来财运不佳，经常想接触钱，但是留不住钱，存不住钱。有些人家里头啊，比如刚刚存了一点钱哈，孩子一得病花光了，出个事情花光了，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存钱的命。所以有了这幅画之后呢，希望你能够存住钱。那么还有一个就聚人气，你去找对象，夫妻俩过日子，或者你已经生了几个孩子，你都需要能够对人气有一种吸引力，你身上产生一种聚合的能量啊，也就是有的领导力了，就是包括找对象，你人长得挺漂亮，可是就是人就不敢搭理你。比如你是个女生，年轻漂亮女生，男生都觉得这么漂亮肯定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就是懒得搭理你了。你看他是这样理解你的，对不对？而在现实之中没有对人对异性的正面的吸引力，这个就麻烦。
这就是没有人气。那这样没有人气的人呢，在事业上来说，想发财也都不容易的。你想，你能赚钱是人在花钱的。你虽然有很多时候猫狗喜欢你，但是猫狗不给你花钱的，是你给猫狗还要花钱的。只有人靠近你才给你给钱的，对不对？所以的话，你要有这种人气，这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交朋友，它都能产生聚合的能量，你才有事业、财富和家族都能够旺盛起来。所以拿这幅画呢，你可以挂在像家里头的客厅看电视沙发后面，或者靠近沙发后面稍稍靠近一点墙角的地方是最好的。它比一般的普通的俗画这个能量要强很多。或者是把它再放在就是我们家大门，打开大门之后一眼就望穿厅堂的这个门口里头的这个位置像在台湾呢叫玄关在北方也有叫照壁影壁就一打开自己的家门，你就看不到里面，看不到厅里面有谁挡着那一块板。我在韩国很多的建筑的门有这个部分，也就是玄关设计，是很多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所以这个呢，这幅画也可以和那个玄关上那个板上贴上它，也会有产生这个聚合的这个作用。好，我介绍完了哈。非常感恩师父开示。那我们刚刚就是幸运抽奖，就是师父iPad 滑到的那几位网友呢，就会获得限量版发行34周年弘法纪念的这个小版的这个明信片，也是净瓶，这个很方便随身携带是限量版的非常恭喜你们。那也同时呢，就是也跟网友们温馨提示一下，我们就是之后还会有抽奖，那会抽到那个师父的中文主频道的 FB 上，就是 Facebook 主频道上，我们看一下那个链接我们同时在那边也在直播，下一次抽奖会在那边，所以大家也可以到 Facebook 上去留言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菩提寻宝了。那我们看看我们菩提带给大家的第二个宝藏是什么呢？先来听听一个故事。好，这个宝藏呢，我们网友在留言的时候呢，还是这样他的提示就是说，是菩提禅修带给我们或者带给社会大众所有人的一个方面的受益来，我们听故事，然后猜猜看，积极留言获得奖品。这个故事呢是新加坡的陈淑冰带来的。他说，在2018年的某一天呢，他接手了一家位于菜市场里面的服装店，店的位置很不理想，在最深的地方，客人很难发现。还糟糕的是，外面还有3家摊位，比他还更显眼，所以呢，竞争激烈。多年以来，这家小店只能靠几个熟客支撑，没有什么新客上门。说实话，师姐也是因为当时便宜，才决定买下来这个店的。刚开业的时候呢，师姐也请了一位风水师来看。风水师皱着眉头说：“你这里风水不太好哎呀，不如其他的摊位容易吸引顾客呀。”我师姐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下，禁不住怀疑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接下来的3个月日子过得非常的煎熬，生意持续低迷，收入连房租都付不起，也想转手给别人呢，也没人愿意接，每天门可罗雀。师姐看着账本，血压都升高了，晚上也睡不好觉，终日愁眉不展。她常常问自己，这个店得怎么才能撑下去呀？每当心里遇到过不去的坎的时候呢，师姐都会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点开师父的开示。那个时候她就像在黑暗中摸索，渴望能够捕捉到一丝光亮，来照亮前行的路。然后他正在这个看开示的时候，正发愁的时候，突然听到师父讲了一句话，
生财之道就是多舍多得。哇，这句话哈，一下子击中了师姐，就好像天一下子就亮了，她的心里瞬间通透起来，看到了希望。师姐呢，牢牢记在心里，然后呢，就想，我这个衣服啊，无论进价高低，我都要以最实惠的价格卖给每个顾客。希望大家呢买回去呢都觉得物有所值，不要有经济的负担。有的时候啊，那顾客都会来问师姐说：“老板，你这衣服怎么这么便宜啊？”那师姐都会笑着说：“放心，你买吧，这个质量都是很有保证的。”就这样呢，用诚意慢慢赢得了顾客的信任。有的时候呢，顾客把衣服买回去，发现尺寸不合适或者需要修改，那师姐都会免费的去帮助调整。比如说有一次，一个阿姨买了裤子，说这个裤脚有点长，那师姐说没问题，来，我帮你给改短一点，而且呢，顺便又把那个口袋呢又给加深了，说这样呢手机又不会掉下来啊。那阿姨听了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连声称谢。而且呢，这个我们的师姐呢，因为学到了说多舍多得嘛，她这种积压的那些衣服卖不出去呢，她干脆就免费送给周围需要的人。比如说在市场里边打零工的大妈呀，或者是附近养老院的老人呐，师姐看到这些人穿上新衣，脸上有了笑容，师姐觉得太开心了太幸福了。就这样呢，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老顾客还会带新顾客来光临，然后呢，还有的人就是在师姐没有开店的时候，都特意等了几天，开店的时候再来买，因为顾客们都在说你这个人实在，买你的衣服我们放心。于是生意清淡的日子渐去渐远，终于有了一批稳定而忠实的顾客群体。几年下来，顾客越来越多生意也好了起来。当其他的摊主还会抱怨生意不好的时候，可是这一家服装店每天都有顾客上门，生意非常的稳定。更神奇的是，每当我们的师姐想要出国旅游，或者是参加禅修课程之前呢，她的生意都会变得出奇的好，营业额呀都是平常的2-3倍。就好像佛菩萨和师父都提前为他安排了好客人一样，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安心出行，或者是去精进的去上禅修的课程。所以到现在为止，回想当初当时让他很忧虑的这个风水不好的店铺，其实现在非常的好生意呢还越来越好，蒸蒸日上。所以师姐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教化，因为是师父让他懂得了多舍多得的道理那么他的生意非常好，福气和吉祥也非常的好，所以师姐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对，你看他多舍多得，没错，你看就是师父的一句话，对不对？就点醒了他让他呢去跨过一个很大的障碍。对那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我们在禅修课堂里边，在禅堂里听到太多这样的故事师父的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是，对，真好啊。刚刚我看到老师在读故事的时候，很多网友在留言猜那个第2个宝藏嘛。对，很多人就说多舍多得，生财之道。也有人说就师父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对，其实我觉得网友们很聪明其实很多人已经得到了这一位师姐的启发。当你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就上网去听师父的开示，就可以获得智慧的启发。对。那像这样的事情还很多呀。对，香港这个你不是刚刚参加了一个青年营，你是不是看到很多的例子？对，就在青年营上呢，其实很多孩子们都是非常有福气，然后得到师父一一的指点无论是人生的方向要选科、选工作、选对象都有。对，是，然后还有师父帮他们看面相，看你以后适合做什么对，包括帮他们解决就很多人生中他们目前遇到的一些烦心事。
像比如说在学校被霸凌啊，或者跟同学处不好啊，这样子。然后很多孩子们在得到师父的这样子的一句的提点之后呢，真的跟着师父的这个方向去做，然后都非常出色。就我们历届很多青年营的孩子也是受到师父的启发，现在都变成了就是很好的律师、很好的医生，对，都有企业家也有啊，然后他们也回来非常感恩师父的提点。对，我还记得师父以前也曾经感慨过，说是年轻的时候啊，哈，就是最幸运的就是能遇到一位名师，但是遇到名师太不容易了。确实是。是，所以这些年轻人跟师父有缘，真是有福气哈。对。那不光年轻人呐，其实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师父的指点，都是非常非常有福的。是我就想起来去年春节的时候。跟师父我们一起回到加拿大温哥华禅堂，有一个师姐，她第一次见师父，第一次见面当时她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烦恼，她大概50岁左右吧，身体也不是很健康，但是呢，她是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的，但是她这份工作呢，她就又累又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她就很想换一份工作，还咨询师父说，我换什么工作适合我的对，师父，我记得当时就是给他咨询，然后看了他的面相感觉他的这个自己的特点，然后师父指导他说，你这个年纪呢，你这个性格不适合换工作，我建议你呢就跟着这个老板好好的做因为你这个人的个性还是很忠诚的，做事也是很认真的只要你塌下心来好好的做老板会重用你的然后师父还说，你现在能量低没关系，到禅堂来学习禅修，学习走八卦，把能量提升起来就好了。对，后来我们又跟着师父就离开了禅堂，到了亚洲世界各地弘法。1年以后，就今年的春节，我们再回到温哥华禅堂的时候，我记得师父在刚刚出现然后在大厅中，然后就有个师姐就跑过来，哇，容光焕发呀我都差点都没有认出来。然后他就到了师父面前，就师父，你还记得我吗？我要给师父报告一个好消息那师父就是去年我想问您那个换工作的那个人我们说师姐是你呀，然后那你现在工作怎么样了？然后他就说我听师父话了，我没有换工作，我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去工作，老板给我提职了，涨薪水了师父，你记得他说薪水涨了1倍是吧？对然后他也学了八卦嘛，也上了那个禅修的课程，人的能量也提升起来了，对，容光焕发的，对，太有福气了，满面的笑容，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你那个师姐我第一次给她咨询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她。对，第一次见面。我可以这么讲网友不知道，我也不想透露她照片就是她这个这个五官上是有一个明显的缺憾这个缺憾呢，就是看起来的话是不是那么美的？是有一个明显的缺憾，还有这个年龄，我记得她是50出头吧对，所以她呢又不灵活，她太实在了，不灵活又死板，她其实工作能力是很强，但是如果单独说她会什么东西，啥都不会。所以这种情况下，再到了50岁的女士，非常的难找到工作。你想，今天25岁的姑娘们都不容易找工作，你到50岁的话，又没有极特别的特长，很难找工作。再加上外在身体特征呢，是有些人不一定看得舒服的，那么她的那个情况，我在看她的面相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她当时是非常的，就是那个能量非常的匮乏有点那种颓废的感觉，他就是说了，全身都是病，没有什么好地方又找了很多理由，所以我给他看的结果就是说，千万别变易静不易动。那我给他做了这个指导之后，1年以后他见了我就特别开心说现在不但工作很开心还轻松
老板竟然根据他的，因为给我咨询之后，他的工作表现给了更大的权利，给他加薪1倍，在当今他这个年龄是很多企业给提出来不要的。可是他的真诚的这样的工作和重新对自己思考定位之后，所以忠诚于他现在这个对他还不错的老板工作，老板也被感动了，哎，所以人家还有加薪加职，这多好呀！对。对，我就是记得，哎呦，他飞跑过来，哎呀，面见给师傅汇报这个好消息，真开心呐！是，所以看这个转变，我其实也很开心。真的，所以就是我们的同修有幸跟师父当面的咨询，得到师父的指点，真的是非常有福气的，可能就改变你一生。对，然后因为师父呢，给大家指导的时候，看的就是会看到问题的根本就是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记得也是温哥华的一位师姐吧，就是前2年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她就找师父去咨询。那当时这个师姐来的时候，面色也是比较苍白，然后看起来就是她一见师父就说：“哎呀，我最近就是特别不走运，就是做什么事都不顺利。然后前2天呢还摔倒了，骑自行车。她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失去平衡，然后摔倒，整个头着地。”就是特别严重，就然后他头痛啊、颈项痛啊，哪儿都痛这样子。然后他就来问师父为什么就是我最近那么不幸运嘛。然后师父看了看他，然后给他加持。然后师父在加持他的时候呢，后来就也告诉他说，我在加持您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就是你的就是有一位男祖先对你很不满意，然后用了一个黑塑料袋铺到你的脸上，就是把你脸蒙住了，所以呢你才就是会遇到这个意外，对，摔倒不是无缘无故的，对，就是像一个黑塑料袋蒙住眼睛这样然后呢就是师父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位男祖先可能是谁呀？然后这师姐就回答说，她想了想，她最近有过世的亲人呢，就是她的亲生父亲，是在那个前1年，就是刚刚去世的，等于说，因为我们清明节遇到他嘛，就不到半年这样子，他父亲刚刚过世，那就后来师父就问他说，你有给父亲去点灯超度做功德吗？然后这师姐非常自信的回答，有啊，就是最近清明节嘛，我就给我历代祖先点了1盏灯，就是1盏灯，对，他说我父亲不也是我历代祖先之一嘛，就是应该就都包含了吧。然后相信大家听到这儿也大概就明白了，当时我们听的时候也是然后师父也是就是跟他非常语重心长的讲说，就是我们作为子女就是百善孝为先嘛，那如果对父母亲往生的父母就是没有尽到孝道的话，让他们仍有这个怨气，那就是对我们的后代都是不利的，所以才会就是你这一次摔倒，下一次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呢。那个黑塑料袋我解释一下因为是我看的嘛，是它那个黑的塑料袋不像你贴的画上是一个塑料袋贴在脸上这样子，就像这个塑料袋上都是胶，把他的脸全部给粘住，往下拽都拽不开，是这样的感觉。对，它不是一个普通塑料袋，而是带有强烈的胶，把他的脸都粘住了，就是完全把他的呼吸和眼睛、耳朵全部堵住。当你把你的精神中的视觉挡住之后呢，你就会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的钱财上当，做事上当，投错资走错路，是吧？骑自行车摔倒还是轻的呢，对不对？在马路上什么事都会发生，就会其实在精神世界之中已经把他的五官全部堵住了，就是非常危险。是，因为他父亲去世了，他连给他父亲祭祀，连他历代祖先，他就点了1盏灯，还挺好的，还行，点灯了。是，然后后来就师父说，就是我们要给他要建议他给父亲一定要就好好的祭祀超度，对，也是尽子女的孝道嘛。然后这位师姐呢也是很听师父的话，
对，他后来就一直在温哥华禅堂就做功德啊，也是勤修行。今年我们春节的时候，他也又看到他了，整个不一样啊，容光焕发。我记得当时师父都没有认出他来，是，然后师父他就坐在师父对面，然后师父还表扬他，还认可他说，哎呀，这个师姐修得很好，为什么眼神非常的清亮，是，然后内心也很安宁。对，后来我们提醒师父说，这个就是那年只给历代祖先点一盏灯的师姐。然后师父说，哎呦，那真是修得好哈，就懂得了道理，马上就解开了烦恼了。常常做义工，是给大家服务，对，你的能量就提升了。是的，气色命运立刻就转变了。对，还是感恩师父，就帮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本，然后让他从根本中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也越来越好了。关键是他听了，对，是，也有个别的不听，他心里倡导着你说的是对还是错呀？因为很多男生就是爱拼才会赢，就是他总是相信拼搏的方法和精神哈，这个精神是需要，但现实当中不是你爱拼才会赢。在现实做大事业来说，也不是勤快才会赢，这个都是不相等的哈。对，其实，我们分各种不同的事业的级别层面哈，不同级别的层面上，它是用不同的方法。是的。普通人是勤快才能赢，做特别大事业的人也不是勤快，他是找对的方法，而且绝对说到做到。对，所以很多人说，比如说我早晨4点钟起来办公是最清亮，他的大脑最清亮，他就4点钟起来办公。我绝不会拖到6点办公。对，就是做不同级别事业的人，他有不同的这种特性吧，哈。对，好，那我们就揭秘哈这个菩提禅修带给社会大众的第2大宝藏啊，好不好？好，那就是解除人生烦恼。认识金菩提宗师，解除人生烦恼。感恩师父。所以多看师父的开示，学得佛法中的智慧。那么有机会的话呢，有因缘的话呢，去到世界各地的菩提禅堂去礼佛，去供佛，去做咨询，去做解签参加课程。对，很多呀，其实很多呀，我们人解决不了的事情烦恼，其实在神佛那边，在师父那边都是小菜一碟，太容易了。对，我们看到太多案例了。没错，所以我们去寻求神佛的帮助寻求师父的帮助有的时候是用签文来指导你，然后很多时候师父在开示中直白的来指导我们来解脱我们人生的烦恼。好的，师父，等一下我们给这个新加坡的陈淑冰师姐给她送一个小礼物吧。好的，好的。她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故事。好的，好的。好，让她精进修行哈。送他一个小叶紫檀的念珠，太好了！天天陪伴着他念佛，也希望他的寿命像这一串珠子一样108。哎呀，收到，感恩师父。好，祝福你，健康长寿，大富大贵。太好了，对，好，那是不是他也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净瓶的明信片版呀！今天我们单令发奖的人都会得到一张这个净瓶，这个太好了，小号的这个太好了，感恩师父。好，那网友们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在师父的Facebook 中文平台来开始准备抽奖了又是快乐抽奖时刻，来，我们现在抽的是师父主频道 Facebook 上的留言，来我们看看。这上得多抽2瓶，因为我这边呢能看到的上头就5、6个这样子的一瓶里头人数少。好，那师父刷一刷，准备开始。没了。怎么会没了呢？来了。好了。好。刷一刷，来，1、2、3，停。好，
来看看幸运的网友有孙雷代、有缘、金念沃、穆望金、魏切훈、오영옥。好，韩国网友，恭喜你们！啊，恭喜恭喜！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在再来一瓶主频道 FB 上。好，网友继续留言哦，还有机会哦。好，来刷起来啦来。好，1、2、3，咔嚓！好，看看这些幸运的网友都有谁呢？有这个刘君慧、Hills Jin、Helen Gan、海棠、飞元恩、金颂书。好，恭喜这些网友们获得了师傅特别的墨宝34周年纪念日的这个竞品小的这个明信片。啊，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吗？可以啊。FB 上的好。这出得来哈。来，给我点出来。好的，我们中文 FB 再来一瓶。有一些错误。好的，来1、2、3，咔嚓。好。好的，幸运的网友们有德轩、Andy、金德娇、辉晨、艾米静、Angie Lim， 恭喜你们！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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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好的好的。好，获奖者也把信息发到这个屏幕上的邮箱里啊。好的。同时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一会儿还有抽奖哦。啊，在哪个平台呀？会在师傅英文的 YouTube 平台上。好，那大家可以先到英文平台 YouTube 上去留言哦。好，那我们就开始菩提禅修的第3大宝藏了哈。这个宝藏呢，我们多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大家慢慢猜。好，香可来带来第一个故事。好，那今天我带来的第一个故事呢，是一位多伦多的网友，这故事的名字叫《点石成金》。好，他的信是这么写的：师父好，我叫 Yvonne， 来自多伦多。我的孙子杰克刚满2岁的时候呢，就被诊断为自闭症。这个消息对我们全家打击非常大。从一开始，他的社交圈就很小，他只会和他的父母、姐姐偶尔说话或玩耍。对其他人来说，他像是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完全没有兴趣。连我这个做姥姥的，试着靠近他，哪怕只是帮他脱个外套，他都会躲开。他从来不看我的眼睛，更别说拥抱了。他完全无法接受任何的那个亲昵行为。他的游戏时间呢，全是重复和固定的模式。他只玩那一个特定的玩具，而且必须按照特定的方式去摆放。如果不是他喜欢的样子，他就会很生气。他喜欢看火车，每天都要父母带他去铁轨旁，一趟一趟的等着火车经过。如果没能去得了，他就会彻底崩溃，大哭大闹。他的饮食也非常的单一，他只吃少量的面包和黄油，其他食物一概都拒绝。连最简单的日常刷牙、睡觉、起床，都是一场拉锯战，每一件小事都像翻山越岭一样艰难。作为家人，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助。我们尝试用了很多的方法，各种的疗法，医生的建议，在不同地方去祈祷，希望能出现一点奇迹，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小杰克快4岁的时候呢，我偶然来到了菩提禅堂。我看到前台有很多人在供灯祈福，心里就想说，我也给孙子点一盏灯吧。于是我就给杰克供上一盏全年灯。就在3个月后，正好那时候是感恩节，我们全家有个聚会，女儿就带着小杰克来我家。她一进门就对我说，姥姥好。然后呢，就马上主动跑过来给我一个拥抱。我当时都惊呆了，我心里想，这是我孙子吗？他甚至还坐到我腿上跟我聊天。这个变化来得如此的迅速和快速，
我既惊讶又欣喜。女儿就告诉我说，她其实9月份的时候呢，刚转入一所新的学校。那本来呢，妈妈也担心她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老师们也因为那所学校没有特殊的教育班而犹豫是否要接受她。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杰克很快就适应了，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也很喜欢新的老师。现在杰克6岁了，和普通孩子没什么两样。他不再挑食，也不再每天非要看火车，喜欢各种各样的玩具，有朋友，喜欢上学，也很喜欢老师和同学们。看到孙子如此大的变化，我又为另外4个孙子孙女和全家人都点了光明灯，希望他们也能得到师父的吉祥祝福和好运。我孙子杰克呢，他还有一个姐姐叫 Lucy， 她当时8岁。那这个 Lucy 呢，从小就有一种阅读障碍。那这个阅读障碍呢，它也是一种神经发展的一种障碍。那就是这个孩子呢，他会把比方说这个字母 B， 他会看成 D， 然后 P 会放成 Q， 6会看成9，所以他读书起来就会非常的困难。他就经常哭着就不想去上学。但是令人惊喜的是，在我为他点灯的2个月以后，我女儿就打电话告诉我好消息，说我孙女 Lucy 开始阅读不那么困难了，信心也慢慢建立起来，不再为上学而哭泣。老师对她的进步感到很惊讶，因为一般上这些阅读障碍的孩子需要学习不同的方法，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得到一点点改善。而 Lucy 的变化和进步如此迅速，女儿就带她去心理医生那里做了一个测试，结果显示 Lucy 的阅读能力已经和同龄孩子持平，已经没有阅读障碍了。现在她阅读得很好，喜欢上学，这种转变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我由衷的感恩佛菩萨，感恩金菩提宗师给予我们全家巨大的加持。我一份小小的发心，让充满无助和迷茫的全家都重新找回了希望和快乐。感恩师父，我们爱您。哇，这个太神奇了吧！太神奇了。对，这个2个孙子孙女的问题，就是这个自闭症跟阅读障碍，它属于这个神经里就是发展的一个缓慢的一个问题嘛。然后通常这一些都是在医疗上是没有方法治的，它只能通过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疗法，让它慢慢的缓解。对，我是知道很多人他就是要靠吃药啊，还是要不同的这种这个帮助的方法控制着而已，但都不是说能够痊愈。对，就是很少很少这样的案例。但是这个师姐给她孙子孙女点灯之后，她这个2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对，这也不是2个都是大事儿，这也太神奇了。哎呦，反正我是听了非常非常高兴，但同时也特别的赞叹，怎么这个供灯，这个佛菩萨怎么这么的灵验，这么神奇呢？对，这个佛法呢，有可以解释的部分，还有一个呢，就叫不可思议的部分。对，它是超过你理解的部分，所以有可以理解的，有让你理解不了的。真是，好的，那我们的网友来继续留言，看看我们这个第3大宝藏说的是什么啊？来，再听第2个故事。这是洛杉矶的月萌师姐带来的故事，叫《一路吉祥》。2024年5月9号，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感，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事儿。那天早上，女儿像往常一样开车去上班。女儿的车上挂着我从禅堂迎请的药师佛车挂，还放着一本菩提经典，来祈求她行车平安。女儿出门不到15分钟，就来了一通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妈，我出车祸了。”她的声音颤抖着，还带着哭腔。那一刻，我腿一软，脑子一片空白。我第一反应就问：“你还好吗？有没有受伤啊？”她说：“我还能站起来。”这更让我心惊了，什么叫还能站起来呀？我赶紧追问，他才说就是大拇指肿了一点儿啊。那个时候救护车已经到了，我赶紧开车冲到现场，吓得我魂儿都快飞了。女儿的那个车头完全撞烂，
卡在护栏上，6个气囊全部弹出，车的那个零件散落一地。以这种撞击力，我本来以为女儿会严重受伤，甚至更糟糕。可是她居然安全无恙，连皮儿都没破，只是手指微微肿了。消防员、救护员一边检查一边都难以置信地说：“这么大的撞击，你居然没事儿啊！”然后他们都不相信呐，建议他赶紧去送到医院检查。检查过后，医生确认确实是没有骨折，也没有内伤啊 ，X 光根本都不用拍啊，就给了他2天休假单，让他安稳一下心情。后来我才了解到，是女儿的车准备驶上高速公路的那一刻，就是他从那个坡道就是上高速公路，前方呢突然出现了一辆因为没有油而抛锚停在路上的车。女儿当时正在看后视镜呢，注意后方来车，结果没有想到前面有这么一辆停着的车呀，结果一头撞了上去。奇怪的是，按照当时撞击的角度来看呢，女儿的车头应该是偏向左侧，滑到高速行驶的左车道。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被后面来的车第2次撞击。那撞击的那个部位呢，正好就是驾驶员所坐的这个位置，是最危险的。结果呢，女儿的车却像被一股力量带着，莫名其妙地旋转了180度，掉头撞到了护栏，停了下来。哎呀，除了佛力的加持，我无法解释这样的神奇。那事后呢，我也赶紧又帮女儿供灯祈福，也感恩佛菩萨和师父的护佑。我给女儿换了一辆安全性能更好的车，同时又恭恭敬敬地挂上了药师佛车挂，又放了菩提经典，再一次祈求女儿行车平安。然而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呢，我是外出吃饭，结果呢不小心，怎么我腰间的平安扣就丢了？后来呢，我就来回找嘛，终于找着了。可是上面呢，平安扣上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纹，那我回到车上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呢，一抬头，我车上挂的车挂也出现了一道裂纹。当时我心里就有点害怕，希望可能是替我挡过了一劫吧。当天呢，傍晚5点钟左右，女儿回到家，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妈，我又撞车了。”我当时吓得心脏都快停下来了。女儿看到我担心，赶紧说：“妈，别担心，别担心，这次是对方的错，我的车子只受了一点点擦伤，人完全没事儿。”然后我就问她：“你什么时候撞车的？这个撞车时间是几点呢？”结果女儿说的时间正好是我平安扣和那个车挂出现裂纹的时间，所以我相信师父加持的平安扣和车挂这些法物原来是替我女儿又挡了一灾。2次车祸真是开心哈！2次车祸，女儿都奇迹般的安然无恙，让我深深体会到师父与佛菩萨的护佑无所不在，有菩提吉祥法物护身，真是我最大的福报与保障。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太棒了哈！真是太感恩师父，是救命啊！对，太神奇了。就是我们后来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也做了一个现场复盘哈，然后说这个车怎么就掉头掉了180度转危为安了呢？我们也想不到没法用。对了，没法用人为的逻辑去分析了。是，对就超越正常的一种事故现场是的，没法想象。对，只能用神奇只能用护佑来解释了。就是这孩子命大真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我们也给这位网友，还有就是他女儿跟上一个故事的网友跟他的孙子，也送一个礼物，好吧，师父？好，好啊，好，这个是他是哪里的？这个是月蒙第一个是多伦多禅堂的遗忘，是一个
西人哈，对，一个老妈妈，老外婆，还有他的孙子孙女这个是给多伦多禅堂的哈，女王和他的孙子哈，孙子孙女哈，这个真棒真棒。还有小平安扣，这个给他小孙子真好。对，他是几个孩子？还有一个呢哈。就是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还有一个哈，有3个礼物哈。太棒了，太棒了！好，祝你们全家吉祥如意，长命百岁，开发智慧啊！收到，感恩师父。那还有洛杉矶禅堂的岳蒙和他的女儿，命大的女儿。对，好，这是给洛杉矶禅堂，岳蒙和他的女儿哈。祝你们的出入平安，一切都如意吉祥。收到，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好，那我们网友们也继续猜猜我们菩提的第3个宝藏啊。那现在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相关的故事，叫鲤鱼跃龙门。他说，这位是一位旧金山的网友叫 Alan 发给我们的来信。他说，师父好，我原本在一家小公司上班，这几年事业发展的停滞不前，干活也提不起劲。因为不甘心，我一直在寻找更有前景的公司。偶然我就看到一则招聘，有一家在全美国有2000家连锁店的大公司在招聘分店经理。我很心动，但也很清楚这个竞争力会非常的激烈。我自己条件也没有任何的优势，我也没有做过管理。虽然知道成功希望很小，但我仍然决定试一试。我妈妈听到了我这个决定，也非常的支持，还特别去禅堂为我在佛前点了一盏祈福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我的第1次面试竟然顺利通过，第2次面试的表现也不错，这让我开始满怀期待。可接下来的2个星期呢，我都没有听到公司来的消息，我越来越焦急，妈妈也替我很担心。这时正好赶上旧金山禅堂建药师佛殿的募捐活动，妈妈觉得这是难得的种福田的机会，马上为我发心做功德。结果仅仅2天之后，我就收到了第3次面试的通知。面试的当天，大厅里已经有6、7人在等。我心里想，光我这场就这么多人，后面还有更多场，这会有多少人在竞争这个职位啊？轮到我进去后，我一看，哇，有9位面试官坐在我面前，这阵仗之大让我心跳加速。但就在这时，突然不知哪里传来了一个声音，告诉我正常发挥，势在必得。紧张感瞬间的退去，我平稳的作答，整场面试意外的顺利。就在1周后，我就收到了这个工作的录取通知。虽然我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但公司让我从经理助理做起，培训3个月，通过考核后正式升任为经理。这个结果太让我惊喜了。我一个毫无管理经验的人，一个没有在大公司背景的人，居然从众多的精英中脱颖而出。这不是我的能力，而是佛力的加持。我就像鲤鱼跃龙门，从名不见传的小公司一跃进入全美知名企业，职位、薪水、福利全面提升，前途一片光明。妈妈告诉我，金菩提宗师祝福参与建设道场的功德主所愿皆成，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神算。感恩佛菩萨成就了我的心愿，感恩最尊贵的金菩提宗师。这个太好了，这个建佛殿的功德那么大，太为他高兴了，对，真是他这个经历哈，就是还是只有2个字能够形容，就是神奇，神奇就是神奇。对，你说这个没有管理经验，一下子就被就是在众多那么优秀的人中被脱颖而出。对，面对9个主考官，是，他也说这不是他自己的力量，他知道都是师父佛菩萨的护佑加持，他才能得到那么顺利的一个结果。对，对，也正好赶上
他们旧金山呢建新的道场。是的，是妈妈帮他发的心嘛哈？妈妈带着他一起来，一起这样发的这个心。是的，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发心建道场的这么一个机会哈。哎呀，这个是就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的，因为按照佛教的这个转世学说哈，就是前世或者来世你不一定是个人，对不对？你是个人还不一定在哪个国家能不能遇到佛法都不一定啊。就算遇到佛法也不一定遇上建道场的机会，遇上道场的机会你也不一定能听说。可是他这时候就赶上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佛力的加持哈。是的，你看让他就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职务哈，这个高级的职务让他得到了。对，像魔术一样。是，那师父也是金口玉言呐。师父因为当时说，就是参与这旧金山禅堂建道场的所有的这些发心者，都是所愿皆得。对我呢只是说压缩了佛在经典之中介绍建道场功德的一些细节。那师父快给我们广大网友也介绍一下。好呀，就是有一部佛经哈，叫做《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那专门说这个造像的这部经典，就是由佛所说的，当中呢就总结了几个重要的点哈。那第一个呢叫身心安康，身体是健康的、完整的，没有什么疾病的困扰，这就是身体的这个问题哈，身心灵啊。第二呢就是延年益寿。关于健康，还有我跟你说哈，不一定说现在眼看的健康就是长寿，不成正比。有些人天天吃药打针看医生，也能活90岁。有些人壮得像牛一样也不得病，一个重感冒就死了。所以这个现在的健康和长寿是不相等的，朋友们知道这一点哈。所以延年益寿最重要让这个原本短命的人能够延长寿命对，就是不要遇到横祸，你寿命才能延长。不要突发暴病不要再遇到什么精神打击问题，什么跳楼自杀之类的，不遇到这些横事又没有那个恶病所以你才能长寿所以能做到长寿，其实有综合的原因才让你长寿所以多少人其实遇到麻烦的事情就是我不想活了，对吧？他不是吓唬自己，真的不想活了，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好，第三呢就是智慧通达光做一个人身体很健壮，比牛都有结实，可是没脑子没有智慧的大脑也做不成什么事儿没有智慧的人更麻烦。等你结了婚生了宝宝之后，遗传基因来说可能也不聪明，所以一影响就是5、6代下去了，这真的不容易。所以你没有一定的智慧找工作、读书、找对象都非常困难。所以有智慧才是一个核心对，所以让这个愚笨的人，还可以说我们如果做这份建寺建道场的功德，都可能让我们这个愚笨的这个大脑袋变得聪明智慧只需要佛菩萨在意念里头点你一下，叫点石成金你一下就变聪明了。那第4呢就是相貌端庄相貌端庄，这个咱们其实每个人都特别在乎自己的长相对，那这个相貌之中，除了说我的基本身体结构要求是正常的如果相貌不端庄的话呢，比如说该直的腰直不起来，腿该长长一点长不了那么长，对，上身长这个腿呢贼短，像河马似的这个作为人类来说就不如腿长一点稍微好看一点。那这个差异呢，就是人家容易找对象，你就不容易找对象。就腿短的人唯一一个好处，摔跤比较好一些就不容易被摔倒。那个坏处是看着不美，找对象不容易对，所以这个相貌也很重要。你看选总统
选总统都是选长得好看的男总统，对不对？没几个人长得像猪八戒一样我就投票，啊，对不对？除非长得像他的人给他投的票啊，就算长得像他的人也是投那个比较帅的这个男明星为总统的。你看世界上总统哈，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总统，在你那个国家来说的话，都算是美男子，几乎都是这样的，相貌很标准，好看，就受人自然就会有一种喜欢的感觉哈。所以相貌端庄很重要。相貌里头除了身体结构好之外，五官结构也好啊，是吧？哎，五官长什么样的都有啊，我就不细议论了哈。五官还要端庄，皮肤还要好。说五官都好，身材也好，就满脸麻子也不行啊，对不对？哎，说满脸大黑斑也不行啊，所以皮肤还得好啊。所以这个相貌端庄其实不容易做到的，哎。所以有一个好的相貌来说的话呢，就是人生一大福气，啊，所以什么好相貌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吉祥、更方便、更好，啊。第五呢，就是助邪不侵，啊，这一切邪气、邪恶的东西、邪灵的东西不会来侵犯你，不敢靠近你，不敢来折磨你，啊，什么鬼呀，一些邪恶的动物灵啊，什么邪恶的天体灵啊，啊，在细节来说，佛经里讲的像夜叉呀，啊，这个野兽当中的这个灵啊，现在都是阴灵类的，不会靠近你。我们就不要议论有没有阴灵了，有，把很多人折磨得要死去活来的，啊，我们这里不用细讲这个部分哈。那所以你建道场，协助建道场。就有这个好处，一切邪气不敢靠近你，你才吉祥呀。第六，远离一切灾祸。哎，灾祸什么灾祸都有，有些人哎，拿个枣子一吃扔到嘴里头，不知怎么不巧，卡到这个喉咙里去了。如果家里再没人帮忙，很多人就靠一个枣子或者一个硬币就把你卡死，对不对？很多人吃了一辈子枣也没卡住，你只吃了1、2斤枣，扔了一个到了嘴里就堵住你了，有的被卡死，有人帮忙才卡个半死，啊，这个很危险的，是吧？这个所以灾祸来的时候，不是说天上一定是一把刀下来了，一个雷劈下来劈到你了，灾祸来的时候是各种各样的。防都防不了。我曾经遇到好多位男女都有哈，成年人说我打个喷嚏或者咳嗽一下，闪到腰了，这腰就不会动了，就要找医生给治哈，治半个月1个月才可能好。你是这个东西很邪吧哈？其实这就是一股邪气，所以呢，我们远离灾祸，灾祸多种类的。什么战争啊，被抢劫呀，什么水灾火灾呀，啊，台风灾呀。你现在台风哈，过去陆地上很少有台风，现在台风啊，连陆地都一块扫，尤其是在美国特别常见，啊，各种的灾难，我们如果遇不到，你这一生太有福气了。如果你遇上你的国家一场战争，多好的福气都不行，都会变成灾民。啊，我们远离灾祸，那我们宁可多发心建佛菩萨道场。好，第7，富贵吉祥。啊，这一切灾祸疾病啊都没有，又是长寿，又有福气，又有钱花，又有人疼爱你啊。所以呢，还有一个有福的人啊，有福的人不用创业就能富，有福的人不用创业就能富。你生在说你爸爸就是亿万富翁，你在韩国是吧？你要生在3星集团的作为公子和公主的话，那不得了，是吧？只要你是他家的人，你的名下就已经很多钱了，对不对？每天你就可以倒立着睡觉，趴着开跑车，你都不知道怎么活好，就是反正钱多的没法花完，啊。是吧？世界上很多石油富翁、大珠宝商，啊，
反正大地产商多了，是吧？所以有些人一生就生在富贵家庭，哪用拼搏呀，是吧？很多人天天在那地里耕田，劳动了一辈子，也没买得起一个房子，啊，有的人天天在城市里摆一个吃饭的摊，勉强维持你的基本饮食，想多发财不可能，没几个人摆地摊的人能发到大财，对不对？这个相比之下还是穷苦命。有些大富贵命，哎，前世你去修道场了，今世全是成为那些大富豪家的后人。哎，所以很多富豪家的后人那个面相真长得是好，不是今世吃的好面相才好，是一生下来他的五官格局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一看就是富豪家的孩子啊，这是命啊，前世做的功德呀，做什么功德？建道场。好，那我们看看还有第8行，哎，走到哪里受人尊重，就受人尊重。哎，无论走到哪里，受人尊重的感觉是什么呢？人家第一个就讲义气，第二个大方，哎，第三个他的言谈举止行为，你要去靠近他说个话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人太好了，一听他声音，一听他说话内容，哇，就喜欢，好人，有福的人，我就乐意跟你配合。你看，就受人爱戴尊敬啊。那么这样的人如果想发财就容易啊，所以很多人会，很多贵人给你来帮助你。你比如说眼前需要更多的钱的时候，就有些富贵的人或者指导你，还有个新的发财之路，哎，就是容易招来人气。那我画的那个瓶子呢，那净瓶呢，也有这个意思。哎，你这个，你的家里和你的身上有聚合的能量的时候，也是容易叫人觉得，这个人挺好的，会容易产生好人缘、好感觉。就是这个好感觉啊，很难表达哈，这个很重要。也有人说这个人风度翩翩，这个人气场好，对，也都是这个意思哈。就能够受人尊重，就觉得受人爱戴，啊，又慈眉善目啊。好，第9呢，就是业障消除。几乎人人都有罪业，人人都有罪业的原因不是今世你做了什么，而是加起来，前世、不管你前世做了动物，还是做了人类，还是做了畜生类。你做的确实是比较伤天害理的坏事的话，比如说有恩人救你，但是你偷了恩人的钱，恩人看到之后，来责备你，你把恩人捅了2刀，就比如像这种的话，那就罪恶滔天呐，你就可能会受到惩罚哈。对，所以人人都是有罪业的，但是呢，因为修建这个佛门道场，哎，能帮助你消业。把这些罪业消除，消除了罪业的话，你才可能会吉祥，才可能是富贵，才可能事事顺遂，啊，所以呢，消除业障、消灾灭难很重要。第10，未来必成佛果，因为你在修的是佛的道场，哎，你引发的是功德哈。你看你修了这个，比如说你其中出了100块钱，啊。修了这个道场，但是这个道场一直是在度众生的呀，所以道场整个，哎，它度众生的巨大的功德，其中有一笔分到你的身上的，就有点像一个特别好的经营的公司，最后你买了他的股票，比如说你买了10万块钱的股票，到年底的时候，好，光今年的分红你就分10万，那这就很划算，啊，就有点这个意思。但是佛门的功德呢，它是放大倍数，放大多少倍呢？1万倍起跳。比如说你花了1块钱做的功德，你将来得到这个功德果报呢，是1万块钱的果报，这是至少1万到10万，甚至100万。就是越是没人学佛的时候，越是没人发心的时候，你发心的1块胜过1万块，1万块胜过100万。
等大家都来发心的时候，你拿100万也不显出来，知道吗？对，关键时候，这个道场最需要有人发心的时候，你发心了，功德就比较大。所以每个时空不同，功德也不同。啊，大家知道了哈，因为做了这么大的功德，为了这个道场度了很多的人，哎，你发这个心的人哈，必然成佛。成佛原因是因为功德圆满的原因。啊，所以在过去介绍，比如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最后他有一个画像呢，是在每一个脚下面站一个9重莲台。啊。所以这就是其中一项，就是功德圆满，啊，功德圆满才能够就9重莲台。对，在西藏密法来说，才可以带一个受供养的这个天官，啊，那是大佛，具足圆满的佛啊。所以我们呢，只是在这个修建道场上有一份发心的话，哇，那都是不得了啊！哎，将来就是。怎么不得了呢？甚至是成为人间的王啊！人间现在来说就是总统，哎，或者是国家级富豪，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功德无量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哈，如果有机会啊，能够参与建真正修法度人的道场的话，有这种机缘的话，哇，这就是好机会哈！我就介绍这么多。感恩师父。那师父说，这个人生之中啊，能够有建道场做功德的机会是不容易的。那目前师父知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提供给我们的网友？如果大家想去建道场啊，造佛像、建殿的做这个功德呢？好。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哈，正是美国旧金山他之前就是那个道场，但是他们搬家了，重新修建，哎，这旧金山道场啊，这是第一个哈。那么第二个的话是韩国首尔白玉禅堂也要建新道场啊。对，第3个新道场是日本东京菩提禅堂。好，欢喜了，真的。对，这个真是大好消息啊！那我们的网友哈也可以联络啊这些禅堂，如果你想去做功德的话，对。那东京这个菩提禅堂呢，等我们有了具体的这个进展之后，也会让广大网友知道，也提供大家一个做功德的机会。对。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呀，那可能有一些网友他也不太方便哈，到这些具体的这个道场去做功德，但是呢，他们非常积极的在我们禅修学院网站呢、慈悲音网站去迎请法物、供灯。还有在上面去塑佛金身、菩萨金身赞助经书还在语数坊网站赞助网络弘法，那这样是不是也有一样的功德呢？其实是一回事啊。如果这个菩提这个大家园是一体化的，哎，就是根据你的方便性啊，你可能联络这个道场，它有的是方便不方便啊，这种有时候可能不太方便。那在我们现在已经公开的我们的网络，从赞助哈，你像语数坊还有这个加拿大菩提禅修学院去点灯对，或者请购一个法物哈。比如请法物来说，你既请了法物，同时我们上头少加的一点点利润呢，利润之中其中我们肯定会拿来建道场。对，或者是网络道场，或者是做整个菩提的这个发展这个事业用途哈，弘法利生，这是一样的，都是用于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是一样的哈。感恩师父，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做功德非常方便呐。对，就到这个北美
慈悲音北美道场，还有这个禅修学院网，禅修学院网，语术房，语术房，都是可以的。对，还有慈悲音啊，也都是可以的。对，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我们也揭秘菩提的我们先给 Alan 送个礼物吧。对，好，我们给刚刚那个 Alan， 他就要去当经理了，对，送个礼物，要当经理了哈，真好。好，这个你看真火石哈，这个给这个 Alan 哈，恭喜恭喜。好，还有一个这个和田玉的一个珠子呢。这个送给艾伦的妈妈啊！感恩师父，好，祝你们如意吉祥，健康长寿，事业有成。感恩师父，收到。好的，那我们菩提禅修给大众带来的第3大宝藏就要揭秘了。刚才有看到网友们写遇难成祥、消灾灭难、供灯祈福、神佛护佑、化险为夷、法物护身。都说得很对哈，我们总结一下，来揭秘吉祥护佑，也就是认识金菩提宗师，得到吉祥护佑。感恩师父。好。那网友们听故事也都听到了哈，供灯啊，迎请法物啊，建殿功德啦，语书房赞助啊，所有的这一些哈。都是可以获得吉祥护佑的啊！我们多去做功德，多得吉祥的护佑。好的，那咱们继续抽奖。对，又到最欢乐的时刻了。那大家，我们这一次抽的是英文 YouTube 频道，欢迎大家先过去留言哦，都有机会获得，就是限量版的净瓶明信片，是34周年弘法纪念的特别的，就是限量款。好，那我们开始抽奖喽。好，来这一瓶好多人啊。好，这瓶很多人啊。对。好，这么多。是。不是，师父要摁住才算哈。对，来。我是说他这一瓶其实很多人。那我们就抽一瓶吧。对，我们就抽一瓶。好，来1、2、3，咔嚓，停。好，我们看看有哪些幸运的网友们呀。好，第一位叫洛神，然后第二位高南、Mark 文轩、WHB、于兰、Alice Paul、小可乐，高南已经有，然后润日、轻盈，这个是什么？矮青、金生环、虚眠、金自在。菊同铺，刚才润瑞已经有了。Chor David、TCY、Luna 赵，幸运吉祥，好，恭喜以上网友。好，恭喜，太棒了，好，获奖者也把这个信息发到大屏幕上的邮件中啊。那我们。也预告我们下一次还有一个抽奖哦，最后一个是在金菩提宗师韩文的 YouTube 频道上，所以欢迎大家到韩文 YouTube 上去留言哦。好，那我们就来到了菩提禅修的第4宝藏了啊！好，第4宝藏一会儿抽奖是在韩文 YouTube 平台。好的，那我们网友们来继续猜猜看啊，看看我们第4大宝藏是什么。我们先从一段视频的片段来看起。真的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其实每个人活在世间的机会，这个时间都是太短太短了。今天你做好事也好，做普通的事情也好，都没有太多时间。我是希望，所有的佛弟子，都应该为这个世间给一点贡献。因为一个人哈，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之后，再学东西就有点晚了。
所以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到最后到一个家庭，如果有希望的话，那么他的孩子就一定读书。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资助马来西亚全华人马来西亚的孩子都有书读。Thanks to your generous support, I am the first in my family to attend college. My mom, who is my financial supporter of my foundation study and then degree study, has just passed away. I still want to continue my study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things I can do for him, for her. My father and mother had passed away on 2016 June. Hence, I encountered some financial problems in my studies. Luckily, Jimbody is willing to help me in my study.好，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呢，其实是在师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号召成立菩提禅修慈善基金会。那么师父想资助当地的华人家庭中的清寒学子。那从2017年这个基金会成立到现在呢，我们一直在做着这个资助清寒学子的工作。到目前呢，已经资助了800名大学生，其中已经有500名都已经从大学毕业了，走向社会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公司机构中去担当骨干的力量，造福社会。那么同时呢在各地我们还去帮助去认养孤寡老人，并且呢在自然灾害来袭的时候，我们也去做亲情的去奉献救灾救助。那尤其是在前几年的疫情期间，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最严重的那个关头，很多民众在他的窗口举出了白旗，就是说我家已经没有粮了，我们可能要放弃生命了。就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呢，师父就号召马来西亚的同修弟子，还有这些社会上的人人善事，就一起来集资，我们做了一次菩提禅修放粮了的慈善活动。那么给3万个家庭送去了救灾物资这个而且每一份这个救灾物资都是可以供一家5口人生活1到2个月的，是非常丰富、非常精心准备的，而且品质非常好的物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真诚救助不仅带动了我们菩提禅修和弟子的这种慈善心情，而且也在社会上带来了很多人积极的响应非常非常感恩师父。那么也是在马来西亚资助清寒学子上学呢这件事情呢，那么在去年2024年，我们也获得了马来西亚最高学府，也就是马来亚大学所颁发的年度高影响力贡献奖。那么颁奖者呢是马大的校长，那么他同时也是霹雳州的苏丹，就是一位王室成员高度的肯定了菩提禅修对马来亚大学的正面影响，并且赞扬说这是杰出而且令人感动的成就。非常非常感恩师父。那不光是在马来西亚呀，我们再回到北美，在加拿大、美国，师父都是号召各地禅堂，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去帮助医院、帮助当地的这些医疗人员那像在加拿大的时候呢，师父亲自就是在我们列治文医院还有当地的卫生局就去捐款
捐物啊！我记得当时我们见到这是我们的市长，就是一开始我们去读这封信的时候，就是这位马保定市长给我们写的信啊。在疫情期间，我们跟市长见面的时候，市长戴的口罩都是菩提禅修捐给他的啊，是。那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真诚的奉献，帮助医护人员啊一起来抗疫啊。那么呢，后来也获得了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颁发给师父的慈善博士奖和慈善医生奖。那么还有师父走到哪里就把这样的慈悲、这样的光明带到哪里。其实，在缅甸呢，我们也有一个光明的项目。首先呢，是给当地的民众做白内障的手术，让他们免费获得光明，重见光明啊。然后呢，还给那些贫苦地区的人们送来电力发电机啊，让他们夜晚获得光明。那更重要的呢，我们是当时建立了5个小学的新校舍，是给孩子带来智慧的光明。这些校舍你看有2层楼的，有1层楼的，非常宽敞明亮。当时的建筑材料、建筑标准都是世界国际级的、最安全最放心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材料跟标准。那以前呢，这些学生都是在茅棚中上课的，外面下雨，里边就下小雨，对，泥泞然后蚊虫叮咬，连这个洗手间这些都没有电力更没有了。那我们建的这个新校舍，让大家有充足的电力非常安静的环境、安全的环境然后呢，还有这个新的课桌、桌椅书本、教材，对，所以真是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了智慧的光明，非常非常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就是走到哪里都是雪中送炭。对，最需要的群体，就大家最需要的时候，师父总是挺身而出，就尽量的去帮到大家。感恩师父。我们在师父身上学到的就是师父说，我们永远都是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我们不用去锦上添花。毕竟我们不是个财团，不是一个经济的机构，所以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甚至做好事你有需要社会关系。我们这个人脉也是有限，但是呢，就尽我们所能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整体呢来说，从所有的传法、建道场、建网络道场，其实才是真正在做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的利益众生。是，好，师父稍微等一下，我们网友也很着急，想揭秘我们这个菩提禅修的第4大宝藏对，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4大宝盒，打开翻过来看一看就是社会慈善。对，感恩师父带领我们一起积极的做这种社会慈善，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帮助。好的，那我们在韩文的 YouTube 平台上也开始给网友们抽奖吧。又到了欢乐的时刻了，我们现在请师父在韩文 YouTube 平台上给各位网友们抽奖。那各位网友也能到韩文平台上去多留言哦，多留言你获奖的机会就越大。开始了吗？好，那我们开始哦。好的，可以开始了。好，来。来，1、2、3，咔嚓，停。好，这也很多人哦。是，来看看获奖的有第1位基永丽，第2位润温，第3位鞍山一旦，金灵秀，鞍山金惠红 ，Fiona Chua，Chor David，Anthony Tan， 김명화， Clement Peng。金鹤环 Lucky One， 김연풍， 一旦刚才有了。임경화， Fanny Fong， 静莹，圆月Fiona 刚才有了。圆月妙音，吉祥宇，嘉冷瓮，然后怡慧，金建物。Sandra Lim， 恭喜以上网友哦，还有下面一个
燕如意，恭喜恭喜恭喜！太棒了！恭喜恭喜！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今天要不要韩文再抽一瓶？好呀。好，再来一瓶。好，再来一瓶。赶快留言了。1、2、3，咔嚓。来看看幸运网友都有谁呢？서면센터 윤남 김영순金荣顺，好，果儿金 Luna 2025， 서면센터 윤능 小小李提敦， 서면센터 윤서 박미림 高南刚才有了，吉祥安康 Chia 곽원 优简 서면윤길 이붕 윤공 배고 김은숙 Mandy Yong 金莹 Yitmin Phyllis 2 YK Lu 和 Yuna， 恭喜恭喜！还有啊！哇，这一瓶真长啊！真的护早 Tan Kim 金清净金兰科，这个倒数第二啊，这2个都有了。哎呀，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太感恩师傅了。好的，师傅，那我们跟这个网友欢庆啊，今天的这个菩提禅修日哈，我们告诉网友哈，菩提禅修给我们每一个人，给社会大众带来4大宝藏哈，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第1大宝藏，认识金菩提禅师，获得身心灵健康。第2大宝藏，认识金菩提禅师啊，解除人生烦恼。第3大宝藏，认识金菩提禅师，获得吉祥护佑。对，第4大宝藏就是我们对社会做的社会慈善公益活动。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好，谢谢。反正咱这个弘法哈，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让大家能够方方面面都能够受益。这个身体健康、心灵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这个时代呢，就是出现和发现更多的是精神健康需求者，也什么自闭症啊，什么忧郁症，与此相关的很多不同的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了，太多的精神类的这个障碍哈。因为在一些发达的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城市呢，这个很多青年人正在读书的青年人，很多人都在吃这类的药。对，这个医生都会判定你可能有哪一类的精神病的倾向哈。对，比例非常高，尤其在美国更多。所以我现在越做呢，就是越寻求的说，希望给不同需求者呢也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很多精神类的问题呢，其实是与他的环境、他生长的环境、时代有关系。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是指导，才形成的某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我说这类疾病不是真正的病，而是认知上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如果经过学习，他就会改变。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学习，这也很难改变，甚至越来越重啊。所以呢，现在帮助的这个面呢，也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广了总的来说，看到大家的种种的受益，看到大家能够得到健康快乐的那种欢喜，看到大家跨越了障碍的这种障碍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能够让自己变得更自信，事业更成功那么这些看到大家这些好处，看到这些成就，就会使我呢就更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能量所以这条路呢会继续大胆的努力的往前走，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感恩师父。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网友非常的有福气哈，跟师父一起欢庆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节日，同时又得到了这么珍贵难得啊，非常吉祥护佑的礼物啊。好的，非常非常感恩师父。不客气。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了哈。是的，好的，那我们也预告一下下期的直播时间。亚洲台北时间8月10号，周日下午5点钟，韩国是下午6点钟，然后北美温哥华是8月10日凌晨2点钟。好的，好的，祝福大家如意吉祥，收到；消灾灭难，家庭幸福和睦。好，祝大家一切都好。收到。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